在没有降落伞的时代，飞行员被击中就只能等死。他拼命拍打机舱，驾驶员却没有回应。他还不知道驾驶员早已被击毙。飞机逐渐倾斜，他也明白了自己的下场，随即闭上眼睛，安静地等待死亡。与他们同行的另一架苏联战机也被德军死死咬住，尾部的机枪却在关键时刻卡壳了。机枪手只好掏出手枪射击，给德国飞行员都看乐了。谁知下一秒，苏军驾驶员突然拉升，两架战机擦肩而过，位置发生了转变。驾驶员疯狂开火，德机随即炸成烟花。但更多的敌机来袭，驾驶员只好降下高度，强行迫降在德战区。地面的德军对他们展开围捕，猛烈的炮火下，驾驶员被炸昏。同伴背起他开始逃命，却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。他把驾驶员放上浮冰，再用木棍敲断冰面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。男人缓缓苏醒，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一块河中心的浮冰上，还来不及多想，不远处德军已经追来，他只好跳下冰冷的河水，踉跄地躲避着子弹。但男人的腿还是中了一枪，他堆起一堆树枝，撕下一截地图，点燃火堆，成功熬过了寒夜。男人开始了求生之路，大雪漫过他的膝盖，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。到了第3天，男人才挖到一点坚果充饥，他用匕首在树干上挖出一个洞，依次放入雪块和火堆里烧得滚烫的石头，最后再撒入几片绿叶。没多久，一碗茶就做好了。男人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。这天夜里，熟睡的男人感到脊背发凉，连忙起身查看。突然，危急关头，男人爆发出了惊人的求生欲，他死死摁住那血盆大口，将狼甩进了火堆。狼受惊逃走，男人赶紧起身，打出一发信号弹，才吓退了狼群。然而第2天，缺少食物的狼群再次追了上来。负伤的男人不禁加快脚步，眼见就要被追上，他只好拔出手枪。可抬头一看，不远处就是德军岗哨，不开枪就得死，而开枪一定会惊动敌人。走投无路之际，天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，德国佬开炮还击，炸弹爆裂，狼群被吓跑。一个德军士兵四处躲藏，却正巧和男人四目相对。趁着混乱，男人开枪将他打死。然而负责追捕他的盖世太保很快也来到了这里，查看过尸体的枪伤，他们料定男人一定就在附近。他脱下手套，拔出匕首，对着一块浮冰猛戳起来。原来冰下是一条被冻住的死鱼，也顾不上用火烤，他直接狼吞虎咽起来。这是飞行员被击落逃亡的第10天，他脱下袜子，疼得呲牙咧嘴。原来脚上的枪伤已经化脓，又累又饿的他只好在地面爬行。猛地一抬头，那群阴魂不散的狼居然又追了上来，眼见他们朝自己扑来，慌乱中，男人脚一滑，跌进了陷阱。他幸运地躲开尖刺，但恶极的狼却是一跃而下，死死咬住男人的胳膊。他摸不到枪，反手抓住尖刺，狠狠刺入狼的脖子。等男人再醒来，他已经被附近村子的铁匠救回了家。铁匠的女婿和儿子都是红军，从战场逃回来的2人正躲在地窖里。查看了飞行员的伤口后，他们决定带他去寻找大部队。就在这时，盖世太保也追到了这里。受伤的飞行员忍不住的咳嗽，他们只能死死捂住他的嘴巴。可盖世太保还是听到了，铁匠赶紧解释是老鼠的声音，不料对方直接掏出手枪。Да. Крыси. 取暖的盖世太保越想越不对劲，他冲回屋子，却发现地窖早已空无一人。原来儿子和女婿已经拖着飞行员逃走，铁匠一家被处死。盖世太保知道几人走不远，立刻开始追赶。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2拨人都迷了路，铁匠的女婿和儿子决定先去寻找出路，把飞行员独自留在了原地。然而盖世太保很快就发现了男人，这个纳粹缓缓靠近眼前的尸体，正要仔细查看，尸体却猛地睁开眼睛。听到枪声的女婿和儿子赶紧跑了回来，他们知道附近的德国人一定听到了。懦弱的女婿居然想投降，儿子一拳把他打翻，决定跟他分道扬镳。而逃走的女婿没多久就被抓住，德军将他当场打死。儿子拖着飞行员走了一整天，终于在夜里到达了战场。他们艰难地穿过战场中心，成功找到了大部队。然而还没爬进战壕，男孩就被榴弹打死。至此，铁匠一家全部牺牲，飞行员却成功获救。在医院醒来的飞行员只感到身下空荡荡，当掀开被子后，男人惊呆了。此后，男人常梦到逃亡路上经历的一切，梦到那些无辜死去的战友、同胞。他没有了双脚，却没有失去生命的意义。男人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重新踏上战场。他开始尝试用假肢行走，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练习，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又爬起来。医生责备他太心急，以至于伤口几次崩开。可心急的男人不久后就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。他几次申请重返前线，却都被拒绝。Вы с ума сошли? Как вы будете летать? Как? Без палки не ходит. А он летать хочет. Исключено.
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. 军医官斥责男人的妻子：“你为什么沉默？你得跟他讲道理啊！”妻子却告诉他：“我的丈夫是飞行员，飞行员必须飞起来。”时间来到1943年，一架满身伤痕的飞机降落在野战机场，飞行员踉踉跄跄地摔下驾驶室，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嘲笑：“这家伙莫不是喝醉了吧？”飞行员的搭档立马反驳道：“ Да не пьяный он. Что, я не вижу? Уже на ногах не стоит. А нет у него ног. Протезы. 周围顿时鸦雀无声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向飞行员行礼致敬，眼里只剩敬佩。本片的主角原型名叫扎哈尔·索罗金，他在1941年的一场空战中驾机去撞击一架德国飞机，迫降后他花了6天时间，走了70公里，杀死2名追捕他的德军，打死一匹想吃掉他的狼，最终回到了部队。同样是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冻伤，索罗金脚踝以下部分被截断。在康复训练后，他不顾医生和上司的反对，坚持回到自己的飞行团，并在与德军的空战中又取得了12次胜利。鉴于他在北冰洋护卫运输船队的功绩，索罗金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。在颁奖仪式上，授予他勋章的英国官员对他说：“只要苏联还有你这样的人，苏联就是不可战胜的。”